那宇好，哲，那咱们就开始上课了啊，一篇开始上课，不要有心理负担啊。好，那对，咱们今天呢，主要还是做两个任务啊，一个是描述，一个是讲故事啊。为什么三个东西？一二三，一二三。那咱们先要找一张图啊，我们先找一张图。你更喜欢就是有点幻想的，还是更现实一些呢？要不来一个西瓜？西瓜这个是吗？可以。对，这个没看过，豆描述的包。部分就是你看有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嗯，就是你把你能看到的东西都说出来。开始吧。我也会放大一下。OK，嗯这张这张照片儿嗯，啊、的中间有一个女生，女生。看起来跟我阿姨的，看起来是一个卖水果的阿姨。嗯，她正在坐着趴在桌子上，看起来很累，很困，是吧？我不会告诉你的啊，都可以。这个场景看起来是一个超市，有很多不一样的摊子。那张他趴着的桌子有很多银币，还有一个计算机，然后他旁边也有一只猫，看起来他正在偷吃一个西瓜，一个西瓜。他趁着老板睡觉的时候来吃。很好啊。嗯，因为背景的上面已经开了的灯，开着的灯，我们可以猜这个是比较晚的超市，嗯可能是夜市，然嗯后老板没有什么顾客，所以他也趁着这个机会去眯一下，嗯，我觉得说的还可以。很好啊，里面有很多很地道的表达方式，真的啊，不是乱夸的，说实话啊。什么咪呀、一下，这个就是非常地道的表达方式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要是假如是我说这话的话，会怎么说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改变一下。这张照片儿中间有一个妇女，应该是妇女吧？哎，对，好，我有你点害怕说，哎，为什么呢？我你怕得因为罪人吗？对对对对，我最怕得罪别人。我明白明白你纠结的地方，就感觉好像说"妇女"这个词好像不是很好听，就像中国对对对，现在什么3·8妇女节都叫什么女神节，就是感觉"妇女"这嗯哼嗯哼。两个字好像有点侮辱性的感觉，如又觉得这个如果我对如果我现场看到她，我可以说大姐。对，大姐会是一个很好，姐嗯哼，姐叫姐会更好，比对对对对，叫阿姨更好啊。那我们来现在看一下啊，这张照片的中间有一个，你可以说大姐，大姐。对吧？哦哦，有一个大姐对，啊，因嗯，为我刚刚说我在现场会说，对啊，是大姐啊。看起来她，看起来。对，看起来就是加上一个她啊。我们现在哦哦，在猜测，对不对？嗯哼嗯哼很确定的猜测，我们也是猜测，所以她应该是一个，也就是卖水果的阿姨。我们在这里就是嗯哼卖水果的老板，嗯哼他是老板啊，他肯定是嗯哼，老板啊。我们看下面，他正在坐着趴在桌子上啊。这句话就感觉这个很啰嗦，不满意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不满意，我觉啊，得你可以来改一下。啊，他正在趴在桌子上，他正趴着这样吗？趴着桌子，应该不是趴在桌子上，不行吗？不是，这整句话就是他正在趴在桌子上，是这样吗？你感觉奇怪不？嗯这怎么出现两个在？他正在趴着桌子，不是哦，他正趴在桌子上啊。其实嗯，可以趴就是分开，这样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桌子上他是整个人在上面，不是的啊。趴在桌子上对对对就是这样，我们趴在对对对，桌子上就是这个动这个作。是嗯，我本来说坐在桌子，趴在桌子上，这个对是那对个原因，因为一般不是趴，一般不是坐，所以我不知道嗯，这个动作你不知道这个动，来，这个趴其实就能很清晰的告诉别人是这么一个动作。它其实就是整个这个手臂趴在桌子上，它就是趴在桌哦子上。哦，你手不需要说臂趴，他坐在一个椅子上，他趴在桌上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一个动作已经够了啊。
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学生正趴在描述的时候会面对的问题，可能跟自己的母语有关系，或者有时候为了过分追求准确度，但是中文有时候会更简洁一点。他正趴着桌子睡也可以他正趴在桌子上睡，可以啊，睡，嗯，嗯哼，对吧？已经已经看起来睡着了，已经睡睡着了。着了，好的，看起来很困，对他啊，看起来很困或者很累啊。嗯哼，那你说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都已对经睡着了啊，对，加上个都，强调一下啊。啊，嗯哼，这下面一个句子，你超市你知道是哪里吗？超市应该是室内的，对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室内吗？你觉得？不是，是夜对，市，对，这是一个夜市。这个场景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夜市，嗯哼，对吧？有很对多不一样的摊子啊，对，或者我们有时候一些但是摊位也可以啊。没有烤肉，没有烤肉，对，我想吃烤肉啊，烤肉。好，我们来再现在回到来点上课内水果，容啊。那张他趴着的桌子上，桌子有很多硬币啊。这其实就是也是有时候过分的追求准确，一定要把嗯哼话嗯哼，说的太清楚，就直接说，他，嗯哼，直接说，桌子上对，桌子上桌子上有有很多很多硬硬币，因为他上面就硬币，哦。趴在桌子上睡嘛，然后我们肯定就知道是这张桌子，我们不会我可能之理解成前说银币，但是硬银币。币应该更地道。这肯定是对对硬币，银币的话是对对对银子做的啊，那现在没有银子嗯，做的钱币啊，对对对硬币。当然 AI 可能会让你误解啊，但是对对，这是硬币啊。但现在中硬国甚至硬币都看不见了，我们都是手机支付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不是现在的中国啊。还有很多硬币，还有计算这个东西不叫计算机啊，是计算，计算什么？不是计算机。是计算机其实是电脑，电脑我们叫计啊，算机，小小的呃，不知道。计算器器哦，啊，计算器，听器，错了吧？哎，这个计算器还有计算器，对，还有桌上有很多硬币，还有计算器。不，这然后个不需要它是加然后，它不是一个动作的连贯，我们不需要说然后，就是在它旁嗯，边还有一只猫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是比如说他睡着，然后他突然醒来了，喝了一杯水，嗯那有个动作的连续啊，对啊，嗯突然被吓醒了，然后这样没有啊，看起来他正在偷吃西瓜，对吧？可以，这句话很可以的啊。嗯哼那你这下面就是对他的解释啊，嗯哼，趁嗯，趁着那前面有一趁着老个他就行，板睡趁着老板睡觉的时候偷吃，这是你偷吃，对这句话对这只猫做的解释啊。嗯哼可以的啊。这就因为背景上面开着的灯，我可以猜这是比较晚的超市，可能是夜市啊。嗯哼那这句话其实听起来非常的奇怪啊，但是你的意思我是嗯明白的啊。嗯哼我们也不能说这个背景上开着灯啊，你就直接说，因为这个摊位上亮着灯，可以这样说。哦，因为这个摊子亮着灯，对，因为这个摊子或摊位亮着灯啊。嗯哼，亮着灯啊，那就是亮着灯，正亮着呢啊。对，开灯、关灯，它是一个当下的一个行为，亮着灯，它是一直亮着哦，啊，亮着灯啊。亮着灯，所以我们可以猜出来啊，或者猜出来，嗯这应该是就是比较确定了，就说应嗯哼该啊，这应该是一个夜市。夜市呢就不需要说它是晚上啊等等，它肯定是晚上，对不对？嗯哼嗯嗯，老板，那这个老板我们需要，因为他具体这个老板啊，哼，你突然哦，说个老板，他不具体，要说这个老板这个老板，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是在做一个推测，这个老嗯哼嗯哼板看起来没什么顾客，没有什么顾客，也可以没什么顾嗯哼客。我们现在在推断他为什么在睡觉，因为他没什么顾客，对吧？这个老板嗯哼嗯哼看起来没什么顾客啊，
所以他也趁着这个机会眯一下。嗯哼，这个就都是一种猜测了。我们通过画面进行的推测，所以描述画面的话，有这个我们看到的具体的情况，有这个夜市，有这个摊子，有这个老板趴着睡觉，有只猫在偷吃西瓜。我们也可以像你说加入一些推测，比如说老板为什么在睡觉？因为他首先没有什么顾客，其次他太累了。然后他为猫为什什么没有顾客？是为什么他因为他没有一个撑子，好？那可能 所以是他给所有的顾客的价嗯。格不对。这个把它保留着啊，一会儿给你讲故事的时候，你可以编一下对啊。对对对对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就是推测。你看猫也是偷吃，对吧？所以偷吃，对，这个在这个场很明显。景里呢，它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场景，它其实嗯哼，没有涉及一些很幻想的元素啊。所以在这个生活化里的场景，你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你可以想一下，咱们编一下，就从这个对，场景出发啊。我们不要去想很多背景故事啊，不要说啊这个老板可能昨天和老公吵架了呀啊，不要说这些东西，就说当下他在干什么，在睡觉等等，然后我们再慢嗯哼，慢引出这个故事，比如说这只猫西瓜吃着吃着，是不是突然把它叫醒了等等啊，或者他做了个噩梦等等啊，都可以啊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啊，讲故事，开始吧。你等一下，就是讲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需要对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所以这个老时间，板其实也可以给他一个名字，你不想给就叫他哦，老板也可以啊。嗯哼嗯哼，嗯，所以我可以说，国庆节结束，哦，刘亦菲老板，刘亦菲，哈哈啊，就是可能啊很多同学不知道，刘亦菲是中国的一个大明星啊，刘亦菲嗯老板啊，啊，假期回来，国庆节也有一个暑假，暑假，怎么样呢？刘亦菲老板他假期回来什么？对对，这样可以。假嗯期回来，很后悔，很后悔，没有很彻底的休息。啊，他他说，猫咪，我们回去，嗯，开摊子吧。所以他拿着他的计算器和一个钱包，一个满硬币的钱包，去夜市开摊子。嗯猫咪一直跟着他去。刘一费，刘一费老板，嗯他说：“诶，今天为什么夜市没什么人？可能是因为我上次没有带我的撑子，所以他们知道我是骗他们的钱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蛏子，我是骗他们的钱，对吧？对，隔壁邻居他跟我说，为什么3个橘子需要9块钱？太贵了。那时候我不想跟他说实话，所以我继续骗他说这个是俄罗斯的橘子，很宝贵，超甜。猫咪叫它吃饭，它说喵喵喵。然后刘亦菲老板说我一会儿给你吃，现在没有什么猫粮，我们回家就吃吧。然后刘亦菲老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实在是太困了，反正没什么人来，我先眯一会儿。”所以他把他的钱包和他的计算器放在桌子上，所有的硬币都掉下来，掉在桌子上，掉到桌子上，然后他趴在桌子上开始睡，他趴在桌子上睡觉。猫咪它瞟他一眼，然后它也跳在桌子上，正好有一个西瓜已经切开了。他再一次
它的主人，确定它睡着了，就开始吃这个西瓜的肉。差不多了，我感觉这个故事也很好长了，好，我觉得对对对有很多细节啊，很好对，啊。但是这次我觉得没有很奇妙。就这个故事，它本来就是一个生活的场景，对对对，它这个本来也没有说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对你我就是上次把这个，给我的我下比回给你一个较奇怪。更奇幻的东西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这个我觉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啊。我们来好，看一下，首先啊，这个刘亦菲这个名字取得真好。国庆节结束，刘亦菲老板她假期回来。国庆节暑假后国庆节暑假，有一个国庆节已经暑假的后面是吧？对，暑假是在中国的暑假是孩子们上学是7月8月，那叫暑假。7月哦，国庆节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它两个是不同的假期啊，不能放在一对对对对，起啊。你说是国庆节结束后也可以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或者说国庆节我们有一个词叫收假后，收假也可以，对，对，这个我收听说。假后，对呀。刘亦菲老板啊，水果，这其实可以把他的身份说清哦，楚。水果对对对，摊老板刘亦菲啊，这样，哦，国庆去度了个假，嗯哼嗯哼，对吧？国庆去对，度度了个假，了个假，在云南，对，可以啊，去云南度了个假啊，很好啊，云南度了个假啊，现在回来了现在后悔，啊，现在回来了啊，哦你看啊，这里还没写呢。国庆节收假后，水果摊老板刘亦菲哦，对吧？这前面已对对经有记住对对对对国庆都不需要再说国庆。刘亦菲去云南度了个假，现在回来了。不过，OK，这就一个转折了。哦，不过他不过，现在很后悔，对啊，没有很对对，彻底的休息啊，或者直接说的简单点，就没有休息好，没有休息没有好，休息好。很彻底的休息，这种说话方式有点太正式，其实啊，嗯哼，没有休息好，没有休息好，但是啊，这里需要插入一些信息啊，没有休息嗯，好，但还得是呢，上班，对，好歹但是呢，好歹，哦，工作还是要做呀，啊，对吧？可以这样说但是啊，工作还是要做呀。对啊，要做呀，啊，于是啊，他对自己的猫咪，对吧？嗯哼，自己的猫咪说，嗯哼，肯定是要对猫咪说吧，啊。我哎，我们们回去开摊吧啊！其实中国人很少会说开摊子啊，这个说法。这个摊子，你摆们不摆摊，摆摊的话，一般情况下也可以，摆摊也可以。但这里它其实是一个卖水果的，对吧？嗯哼，就是我们回去卖水果吧就行了啊，不卖要说水果吧，我们回去摆摊子卖水果，哎，不需要，就是我们回去卖水果吧啊，嗯哼，因为已经假期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好假期的时候没有水果没有变成烂，对，水果没有变烂，对吧？变水果烂，对，应该他可能假期之前都把一些容易变烂的水果都卖掉了吧？接下来他其实这里也不需要加所以，直接说，因为下一段开始啊，嗯哼他嗯哼，拿着他的计算器和一个满硬币的钱包啊，这个满这个它不能当做一个动词，它需要再加一个动词，你觉得是哪个动词？塞满，塞满很好啊，塞满很好，还有一个另外一词，装满。装，哎，对，很好啊，装满硬币的钱包，装对满硬币的钱包，哦，对，塞满硬币的钱包都很好啊。去夜市卖水果卖水果，啊，嗯哼，卖水果。猫咪一直也一直一直跟着它啊，一直跟着它啊，或者说这样说，猫咪也跟着它去了，猫咪也跟着它去了啊，去了哪？去了卖水果的地方啊。嗯哼嗯哼，不过啊，这里有一个不过啊。我，不过为什么加一个不过呢？因为刘亦菲在想了，想这个因为卖水果想的肯定是卖东西能赚钱了，但是你下面一个转折就是卖没什么人，对吧？它有一个故事的一个转折。不过刘亦菲很奇怪，
对吧？很奇怪，很奇怪是表示奇怪他心里觉得很奇怪，刘亦菲很嗯哼奇怪啊，或者说刘亦菲心里觉得很奇怪，也可以嗯哼嗯啊。哼，诶，今天为什么夜市上啊夜？也是今天为什么上，夜市没什么人？也可以啊，加一个上也嗯可以。可能是因为我上次啊，这就不需要有两个我了，那就有点啰嗦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因为我可能上次是因为我没有上次带我的秤子，我的秤就行了啊，不要说秤秤子，因为秤这是一秤个一般第四情况下用声是吧？对秤秤啊，没有带我的啊，秤啊。他们知道我我是我骗他们，骗了他们的钱，骗了他们的钱，我骗了他们的钱啊，骗了不少。骗了不少，骗了不少。隔壁邻居啊，隔壁邻居啊，不管是他还是他都无所谓。隔壁邻居，因为这里是在做一个解释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做一个还解释。就是甚至还哦，都对对对可以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其实在举一个例子了。很多人骗钱嗯嗯，怎么骗？对对对甚至我骗了钱之后，我的隔壁邻居还跟我说，甚至跟我说，哦，跟或者对都可以啊。对，我说哦，跟我说，对我说，为什么三个橘子需要9块钱？这个其实中国人会说，为什么三个橘子要卖要， 9块钱啊？嗯哼嗯哼太贵了啊！那时嗯哼，候我不想跟他说实话，所以我继续骗他，我继续骗他说啊，这个都可以啊，这个是俄罗斯的橘子啊，我们再加上一个强调，这个可是俄罗斯的橘子这个呢，可是俄嗯，罗斯的可是橘子俄罗斯的呢，橘子呢，啊，很宝贵啊，我不能说超级，宝贵，一般情况要用那个宝贝啊，很对对对，之类礼物啊，或者珠宝啊之类的很啊，稀罕，对，很很稀罕，稀罕啊，这个词非常好啊，很稀罕，很稀罕呢，超甜的，对吧？超级，超甜对对对，的，或者说中国人会说嗯甜的不得了啊，你听过那个嗯甜的不得了啊，嗯哼是吧？夸张一点，嗯哼，嗯，对对对，就在这个就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些连接词，嗯，时间的对对对，连接词，事件连，就在这个时我候，连接的不好，猫咪，对，这个其实有点难，但是我们需要慢慢的加强这一点啊。嗯哼，猫咪突然喵啊，突喵喵，然也可以，对对对，对吧？突然就是这个，喵喵喵了几声，嗯，对对对嗯，喵喵喵了几声呢？其实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推断，刘亦对对对，菲知道猫咪饿了，可以说就知道，对或者对，可以，刘亦菲就知道，这里不要说就啊，就说直接说好，刘亦菲知道猫咪饿了，或者说猫咪肯定饿了啊，或者猫咪一定，OK，饿了啊，这再做一个推断啊，嗯哼嗯哼，所以他对猫咪说：“我一会一会儿儿吃饭一会喽，儿，哎，对，一会儿可以做，一会儿对再给你吃。现吧？在这里没有猫粮，对吧？这里没对，有这里没有猫猫粮啊。等会儿或者等会儿我们回家再吃吧。”刘亦菲老板啊，然后你这个有点跳跃，然后我们还需要加一点点啊，就是猫咪好像听懂了他的话，嗯哼，很是的，乖的，对，很乖的，很很乖的乖的，坐下，对，很乖的坐下啊，很好啊，很乖的坐下。不过刘亦菲啊，还叹了口是气，叹了一还是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啊，他因为不是和猫说嘛，所以嗯嗯自言自语道：我实在是太困了，反嗯哼，正现在也没什么人来，我先眯一会儿得了。”这就是很得了，口语啊，我先眯一会儿对对对，得了。我觉得你看过很多电视剧，这种表达方式应该是见嗯嗯，过的啊。这里我们用另外一个词，不要用所以。于好，是他把他的钱包和计算机，你看这用了3个他，太多了啊。他的嗯，话用另外一个词语代替一下，他把钱包，对，他把钱包或者对，甚至不需，哎呀，他去哪了？等一下，他把钱包或者说其实加上个他把自己的钱包嗯和计算器
那肯定是他的嘛，对吧？不可能是别人的嘛，对吧？嗯哼，他把自己的钱包和计算机放在桌上啊，都不是桌子上，桌上，嗯哼，桌上，所有的硬币都掉下来，掉到了桌子上。这个东西不可能是这样，这肯定是你把它放到那里，它为什么会掉？本来是塞在袋子里的，对吧？嗯哼，我们这里要做一个补充，结果想不到的是，钱包的拉链坏了，嗯哼，硬币从里面滚了出来。到底滚了多少呢？我们其实不需要说，大家都能想象啊。接着，我们这里需要再用一个连接词啊，连接词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它不会让你的整个句子和段落好像都很跳跃的感觉。接着，他就趴在桌上睡觉去了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睡觉去了，对。猫咪啊，你既然说猫咪，后面就不需要加上个它啊。猫咪瞟了，用那个瞟很地道啊，瞟了刘亦菲一眼啊，因为他的话可能有点指代不清楚了啊，就说再说刘亦菲，瞟了刘亦菲一眼，然后他也跳到了桌子上，正好有一个西瓜已经切开啊，有一个切好的西瓜，对，正好桌上有一个切好的西瓜，猫咪看见了。这个是给我吃的吗？对，可以啊。他仿佛在想，这是什么猫粮吧？这是什么样子的猫粮？这是什么样子的猫粮呀？肯定很好吃吧？是主人专门给我留的吗？主人就是这个专门给我切的吗？于是于是这个词很常用啊，你可以后面多用。于是不要说他再一次看他的主人，于是他又看了一眼，或者瞟了一眼，你用瞟对吧？又瞟了一眼刘亦菲啊，或者说自己的主人啊，这样吧，对，或者可以说，于是他确定刘亦菲睡着了，或者对啊，你这个其实可以用的，因为再看了他一眼，确定他没睡着，对吧？确定可以说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或者睡着，不能说睡牢啊，没有这种说法啊。睡得很香，也可以这样啊，睡熟了，睡得很香，或者说睡熟了啊。对，确定他睡熟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我记错了。睡熟了啊。牢的话，这个词是记牢了啊，对，记牢了，你可以记牢了，但是你睡熟了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或者说你把那个谁给我看牢了，别让他跑了啊，把谁看牢了啊，让他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啊，看牢了，就睡熟了啊，确定他睡熟了，就开始吃，不要说西瓜的肉啊，吃起了西瓜，我们会直接说吃西瓜啊，不需要说吃西瓜的肉。我觉得很好，你今天这个表现很好，有些非常地道的表达方式啊。我觉得很多可能是你看电视剧比较多吧，有些很口语化的东西你其实说的很好。这个瞟这个字让一说出来让我还挺吃惊了，瞟了一眼，眯了一会儿。